1974年的6月30日，南京发生了一起特别恶劣的奸杀案件。这是一个星期天，下午5点多，下关区卫生防疫站的护士苗芳芳赶来上班了。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防疫站的情况。下关区防疫站距离南京火车西站不远，步行大约是1站路的距离。从火车站到防疫站，沿着热河路走15分钟。热河路是南京主要干道，各种车辆川流不息，人流量也很大。防疫站是路边的一个带着铁门的小院落，从铁门进去以后，院子里是2栋2层小楼。东面小楼是下关区卫生所，西面小楼是下关区防疫站。当年的卫生所等同于今天的社区医院，可以看一些日常的疾病，也可以公费开药。防疫所的任务是周1到周6分发防疫药物，主要就是老鼠药、灭蝇药、蟑螂药这类的，监督各个社区完成卫生防疫任务。白天各居委会的人会到防疫站1楼和2楼几个房间领取药物并且签名。本来防疫站不需要人值班的，但5月以来南京一些地区发生疫情，市领导经常来各防疫站检查。从5月份开始，晚上和周日防疫站也安排1名护士值班，说白了就是看看门而已。其实夜晚和周日防疫站的值班只是一个形式，文革时期比较乱，小偷比较多，值班时1楼的所有房间和通往2楼的大门都上锁。护士在2楼一个设有床铺的值班室看看书，听听广播，睡睡觉，很轻松的。正常来说，这里是安全的。一般人是无法打开1楼铁门上到2楼，必须在楼下大喊护士的名字，后者才会从里面开门让他们上楼。即便上到2楼，值班室的门一般也是关着的，双重保险。更重要的是，防疫站小楼距离院子大门只有10几米，门外就是人来人往的热河路。护士站在2楼随便喊一声，马路上往来不息的路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正常来说，即便狂妄之极的歹徒也不敢在这里作案，除非头被门夹了，这样比较安全，毕竟护士也都是女人，年龄都不大。周日护士是2班倒，白天由王兰兰值班，从早上6点到晚上6点，晚上则是由苗芳芳值班。王兰兰今年刚刚21岁，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南京女孩。同时这个南京女孩没有太多心机，性格单纯开朗，因为美丽加上了活泼可爱。王兰兰长着一张漂亮的鹅蛋脸，大大的眼睛，长长的睫毛，皮肤很白，身材高挑。有趣的是，她天生生有丰乳和翘臀。但那个年代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。平时王兰兰还要用较小的胸罩来遮掩住，不让大白褂挺起来。同事和邻居都认为王兰兰是个很单纯的女孩，单纯到有些傻乎乎的。她的父亲是街道的普通干部，母亲曾经是护士，后来因为有病而提前退休了。王兰兰是家中独女，上面只有一个哥哥在外地当兵。当年甚至今天，很多南京家庭喜欢女孩多过男孩。王兰兰从小就被家人宠爱，没吃过苦。中学毕业以后，王兰兰直接进入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防疫站当护士。在70年代，护士是不错的职业。到了21岁，王兰兰也没有接触过社会。她每天接触的人都不少，却全部都是熟人，居委会的干部。年轻漂亮，性格单纯，加上父母的身份，王兰兰在防疫站过得不错，大家都喜欢这个女孩。至于苗芳芳则是老护士，已经30多岁，孩子都上中学了。苗芳芳对王兰兰很不错，把她当作小妹妹，觉得年轻女孩晚上值班不安全，苗芳芳主动要求晚上值班，让王兰兰值白班。下午5点多，苗芳芳和往常一样来到防疫站楼下，
高喊王兰兰的名字，让她下来开门。谁知道苗芳芳喊了有20-30声，2楼毫无反应。苗芳芳很是奇怪，这么早不可能睡觉啊，这个丫头跑到哪里去闲逛了呢？是不是回家去了？随后苗芳芳又大喊了几十声，楼上还是没有反应。1楼通往2楼的是个铁门，没有钥匙是打不开的。无奈下的苗芳芳骑车去了王兰兰家，距离防疫站不到2公里的居民区。王兰兰的母亲一脸茫然，没有啊，兰兰不在家，不是一早上去上班了吗？中午1点多我去防疫站给她送饭，她还坐在那里看书呢。这孩子会不会是去了男朋友小范家里啊？不会吧，2个人5月份刚刚大闹了一场，那个小范还跑到防疫站去割腕，这才1个多月，2个人就和好了吗？苗芳芳又骑车赶到了2站路以外的小范家里，就在菜场边上，好不容易才敲开小范家的门，小范满身酒气，双眼通红。苗芳芳就问：兰兰在你家吗？小范没好气地说：当然不在了，我都很久没见过她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她把我给甩了，现在这是干嘛？你来看我的洋相吗？苗芳芳见小范喝了酒，也不敢和他争执，转身就走了。不在家，不在男朋友家，那王兰兰去了哪里呢？前后跑了1个小时，苗芳芳还是打不开防疫站的大门。没办法，苗芳芳只得去了防疫站副站长老马家里借来了钥匙。好不容易打开1楼铁门，苗芳芳迅速爬上了2楼。奇怪的是，2楼王兰兰值班室的大门没有关上，只是虚掩着的。苗芳芳推开门，屋内没有开灯，隐约看到王兰兰半躺在值班室里屋的床上。苗芳芳有些生气：兰兰，你怎么回事啊？这么早就睡着了，喊了你也不回答，让我跑了一大圈。床上的王兰兰还是没有回答。一瞬间，苗芳芳发现了异常。王兰兰的躺姿很奇怪，只有上半身在床上，下半身却在床外，2条腿耷拉着，双脚垂在了地板上。苗芳芳在定睛一看，王兰兰下半身竟然没有穿衣服，米色长裤、花布短裤都被拖到了2腿的脚踝部，阴部暴露在了外面。苗芳芳是中年护士，有一定社会经验，立即意识到出事了。她全身发抖地向前走了几步，随后尖叫了一声，吓得摔倒在了地板上。王兰兰被人勒死在了床上，她曾经漂亮的鹅蛋脸现在早已经扭曲变形，双目突出，舌头伸在嘴外，极为恐怖。王兰兰气绝多时，尸体已经开始僵硬。接到报警以后，下关区派出所的民警们立即赶到现场。现场已经有大量群众在围观，全部被防疫站的干部挡在了1楼，现在还算完好。这是一个典型的奸杀案现场。王兰兰脖子上勒着一条生锈的铁丝，她是被铁丝从背后勒死的。王兰兰尸体上的衣服被掀到了胸部以上，胸罩被扯掉，下身裤子和内裤也都被扯掉。她的臀部靠在床上，双脚都在床外向外分开。王兰兰阴部有明显的血迹，还有精液痕迹，地板上也有一小滩精液。随后的法医验尸表明，王兰兰是被勒死以后再被人奸尸的。她的处女膜有新鲜的破裂痕迹，阴部上还有几根男人的阴毛，这显然是歹徒留下的。民警们让市局的德国警犬闻了闻精液，警犬毫不停顿，立即带着民警们下了楼，绕到楼后面的一大块煤炭前大叫了起来。这堆煤炭约有1米多高，上面有明显的踩踏痕迹。
煤炭堆上方是2楼的厕所，为了防臭，平时窗户都是打开着的。看来歹徒是踩着这堆煤炭攀爬翻上了2楼厕所，再从窗户翻入，然后行凶的。在屋内发现了几个带着煤炭的解放鞋脚印，都很模糊。70年代社会上一半人都穿着解放鞋，鞋印对于破案没有帮助。至于凶器铁丝，经过防疫站员工的辨认，是门口电线杆上的一截旧铁丝，这就没有什么追踪的意义了。糟了，这些证据都没有，案件破不了了。万幸的是，其他证据却有所突破。70年代刑侦技术还是比较落后的，指纹、掌纹就是最为有效的证据。警方对这里提取指纹、掌纹、足印不抱希望。这里是对外开放的防疫站，一天来40-50人也是寻常之事。1周下来，防疫站各个房间留下的指纹、掌纹恐怕就有几百个。大海捞针，这到哪里去锁定歹徒呢？就在民警们抓耳挠腮的时候，却得到了一个大喜讯。因为下周领导要来检查，1天前，也就是本周6中午，防疫站进行了大扫除，将地板、桌椅甚至厕所门窗全部都擦拭过。那么现场出现的指纹、掌纹就应该是王兰兰被害之前24小时之内留下的。因为周6不上班，指纹、掌纹主要是周6下午来的人留下的，数量不会太多。民警们欣喜之下，对指纹、掌纹进行了重点侦查。然而，虽然只是区区一个下午的痕迹，仍然发现高达32个指纹和足印，痕迹较多，对于案件侦破非常不利，排查需要时间。70年代的南京很少有这种恶性奸杀案件，市局和省委都相当重视，特别指明市局刑侦老朱来负责案件。老朱是个老军人，50年代复员以后就一直从事刑警的工作。他在市局干了有20多年刑警，侦破过不少的大案要案。看到妙龄女孩被如此残忍奸杀以后，老朱站在防疫站楼外，连抽了整整半包烟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杀人现场老朱见得多了，仅几个月前，老朱刚刚侦破了一起恶性杀死碎尸案件。一个男人因爱生恨，杀死背叛自己的前妻，又碎尸以后扔到了荒郊野外喂野狗。可是这起案件却让老朱很伤感。王兰兰和老朱的女儿年龄差不多，如此年轻美貌，却落到这样的下场。王兰兰没有结婚，本来是可以做妻子、做母亲，生几个孩子的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具扭曲的尸体。不过刑警需要的是冷静，老朱很快就平静了心情，开始分析案情。这起案件到底是什么性质？为了杀人，还是为了强奸，或者是其他什么呢？一般女孩被杀，最有可能就是歹徒试图强奸。这个案件似乎并不是这样。防疫站并非一个适合强奸的地方，时间也不对。根据尸体判断，王兰兰死于下午3点左右。就像上面说的，这个时间点，防疫站大门外的马路上人来人往。防疫站小楼距离大门只有10-20米，只要王兰兰高声的喊叫几声，就会立即被路上的人给听见。那个年代人民群众都比较有正义感，爱管闲事，多会赶去查看。强奸犯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该选择在大白天在这里作案，这不符合逻辑。会不会是因为盗窃或者是抢劫被王兰兰发现，歹徒才临时起意杀人以后顺带奸尸呢？也不太可能。防疫站不是医院，不涉及财务来往，连财务科都没有，
区几间办公室只有几张桌椅和一些防疫药品。70年代防疫药品，比如说老鼠药、蟑螂药均是免费的，不会有人去盗窃，更不可能去抢劫。如果说是为了抢劫王兰兰，那需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翻到2楼入室，还要在大白天作案吗？歹徒完全可以在晚上什么偏僻的地方拦住单身路过的妇女就是了。那么现在看来，报复杀人的可能性比较大。歹徒目的就是杀人，报复杀死王兰兰，奸尸也是一种报复行为。很快，王兰兰母亲的话似乎也证实了老朱的想法。老朱找到了悲痛万分的王兰兰的母亲。王兰兰的母亲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女儿肯定是被小贩给害死的，这个畜生啊，你们快点去抓他，枪毙他。”此时民警老朱已经走访了一些人，知道了小贩和王兰兰的一些情况。老朱问：“小贩是王兰兰的男朋友吗？我听说他们本来要结婚了，后来又突然取消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警察同志，一言难尽。你们也知道，我女儿比较单纯，之前一直都没有谈过恋爱。去年，也就是兰兰20岁的时候，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男朋友，就是那个小贩。小贩有27岁了，他是市里油嘴油泵厂的技术员。小贩家庭条件一般，和我们家也差不多，父亲是中级干部，母亲是普通职工，也算是门当户对吧。小贩这个人长得挺不错，像个电影演员，个子高高大大，还挺健谈。他们认识以后没多久，我女儿就觉得小贩很合适，两人感情就迅速升温。大半年以后，我们就和小贩的父母见了面了，双方觉得都还可以，说这事就这么定下来了，准备今年国庆节就结婚。哦，那怎么又黄了呢？大概是5·1节，兰兰和小贩去拍了个合影，开始筹备婚礼。当天2个人一起吃饭，小贩说有件事情要告诉兰兰。兰兰以为是什么小事，就让他说。谁知道那个小贩告诉兰兰，他曾经被劳教过1年，原因竟然是猥亵妇女。兰兰很单纯，当时就吓呆了，什么也没说，一路就哭着回家了。我听到了以后都觉得很生气，这么大的事怎么这个时候才说呢？这不是骗子吗？想害我女儿。我们先找到了介绍人，大骂了一顿，然后我们去小贩家里闹了一通。兰兰他爸还气得砸了东西，打了小贩一个耳光。他们家自知理亏，一直都说好话，小贩也没敢还手，这个婚事就这么黄了。我听说小贩为此还曾经自杀过。老朱继续问王兰兰的母亲：“我听说小贩为此还自杀过。”是有这么回事。2人分手以后，小贩就跑到我们家要见兰兰，被他爸用拖布给赶出去了。他就跑到了防疫站，跪在门口要割腕，要兰兰重新和他交往。防疫站的人赶快打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知道兰兰这孩子心软，怕他再被那小贩给骗了。我急忙跑了过来，臭骂了小贩一顿，让他不要再白日做梦了。然后我又让防疫站的干部把他拖到了卫生所，给他缝合了伤口。这件事情闹得也挺大的。兰兰5月上旬每天都哭，也不愿意上班，还不愿意见人。一直到了5月下旬，小贩很长时间都没有来胡闹了，兰兰才去上班了。对了，我听门口大妈说，小贩自杀未遂以后，天天去小饭馆里喝酒，
有一次他还说，让你不跟我，我让你谁都跟不了。他说过这种话吗？他还不是同一个人说过，好几个人都听说过。你说5月份2个人分手，6月份兰兰就被人给害了，这不是小贩还是谁？你们快去抓他！王兰兰遇害案很像是报复杀人，最有动机报复王兰兰的显然就是小贩。于是老朱他们先去查了一下，发现小贩周日上午去小酒馆喝酒，中午以后独自在家睡觉，有作案时间。因除了被人退亲这种事情，而小贩的父母自觉丢脸，半个月前跑去安徽探望大女儿，一直没回来。周日家里只有小贩一个人，没有其他人。看来小贩有重大作案嫌疑。于是老朱他们迅速行动，7月11日上午8点在家里将小贩抓获，押到派出所。当天老朱他们并没有审问小贩，只是提取了血样和食指指纹和掌纹，为的是给他施压。与此同时，对于现场的痕迹检测也在紧张地进行。对于掌纹和指纹的比对很快有了进展。虽然掌纹指纹高达32个，万幸的是还能够排查。王兰兰是防疫站的护士，来这里的都是街道工作人员，都是有名有姓的熟人。如果王兰兰是隔壁卫生站的护士，来的都是陌生人，就根本无法排查。指纹只可能是24小时之内留下的。出于慎重考虑，派出所将3天内来防疫站拿过药的人全部提取指纹和掌纹，前后调查了338个街道工作人员，将32枚可疑指纹和掌印中的23个排除了，还剩下9个不明指纹、掌纹。这下排查走入死胡同。这么多不明指纹，怎么找出凶手呢？就在民警老朱焦头烂额的时候，防疫站副站长老马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。对了，我们这里1楼有一间房子，放了张乒乓球桌，隔壁的小学生经常混进来打球。周6下午他们好像也溜进来过，这些指纹掌纹可能是这些小孩留下的。小学生不可能奸杀王兰兰，但也需要确认他们指纹以锁定凶手。于是民警老朱带着部下去隔壁小学，小学有上千人，排查一下还不得吐血啊！好在当时的学生老实大喇叭广播一下，就有19名学生主动站出来说3天内去过那里。这样一来，又排除了那7个小学生的指纹，由此只剩下了1个指纹和1个掌纹，都是留在2楼厕所窗户上的。70年代还是文革期间，市局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冲击。当时鉴定科的主要法医全部被下放到农村劳动，都已经好几年了。现在鉴定科只有2个人，其中1个人年初的时候发现患有绝症，目前正在住院。剩下1个女法医是刚刚22岁的小冯，她今年刚刚入职，毫无经验，水平也不够。民警老朱曾经和女法医小冯聊了一聊，发现除了书本上的知识以外，这个姑娘基本上一窍不通。之前老朱侦破碎尸案时，让小冯去现场检查碎尸，谁知道小冯看到被野狗撕扯不成样子的碎尸的时候，当场剧烈的呕吐。这样的新人最起码要跟着老法医锻炼至少3-4年才能胜任工作。可惜文革特殊时期，有个法医能用就不错了，只能赶鸭子上架。在案情分析会上，女法医小冯说，掌纹指纹都很残缺，指纹只有图钉大，掌纹只有蚕豆大，不过这2个痕迹非常重要。根据在窗户上的位置来判断，这可能是有人攀爬窗户时所留下的。正常人绝对不可能去攀爬2楼有4米多高的窗户，只有歹徒会这样做。同时，
我还在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足迹，最有价值的是沾有煤炭的2个，也很有可能是歹徒留下的。根据判断，歹徒身高在1.8米左右，体重较轻，身体比较强壮。至于精液也已经提取，化验出来的结果都是 B 型。民警老朱问：王兰兰是怎么被杀的？什么时候被杀的？根据尸体僵硬程度来看，王兰兰死于下午3点。歹徒在门口电线杆上扯下铁丝，然后绕到防疫站的后面，通过一堆1米多高的煤炭，攀爬进2楼厕所的窗户，上了2楼。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打开了值班室的门，袭击了王兰兰。周边没有人听到王兰兰呼救，看来歹徒刚进去就用铁丝从背后勒住了王兰兰的脖子，将她活活勒死。歹徒奸尸以后，又从2楼窗户跳下逃走。有了女法医小冯的初步分析，老朱也就有了依据。小范被捕第2天，老朱对他进行提审。让老朱没有想到的是，小范并不承认是他杀了王兰兰。民警老朱问：我就问你一句，王兰兰是不是你杀的？小范说：当然不是，我爱她还爱不过来呢，我怎么会杀她？她不是把你给甩了吗？你还说要报复她。我刚开始是有些生气，说过要报复她来着，后来我也想通了，我自己劳教过，一直瞒着兰兰，是我骗了她，害了她。我们都谈婚论嫁了，最后又没有结成婚，以后她还怎么嫁人呢？应该是她报复我，我凭什么要报复她？我又怎么可能去杀她？哼，这可很难说，人一时冲动，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你有作案时间。民警同志，我真没有杀她，如果是我干的，我现在就承认了，一命抵一命，我也不亏，真不是我。你们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，放走了真正的凶手啊！奇怪的是，老朱审讯了小范2个小时以后，没动手，他突然转口承认了。小范说：是的，是我杀了兰兰，她不愿意跟我结婚，我生气了，我就报复她。哦，你刚才不是说不是你干的吗？是我怕枪毙，我乱说的。你说说你是怎么做的案？30号的中午12点，我在小酒馆喝了酒以后，带着醉意又来到了防疫站。我知道王兰兰今天值班，我骗她打开了1楼大门，然后又跟着她进了2楼值班室。我求她和我复合结婚，但是王兰兰不肯，我们很快就吵了起来。我一时冲动，就把她推倒在地板上，从前面掐住了她的脖子，然后把她强奸了。事后我怕她告我，就把她掐死了。人是我杀的，我认罪。小范这么爽快的认罪，大大出乎了老朱的预料。这边痕迹鉴定也有了结果，年轻女法医小冯的结论是，小范的血型是 B 型，符合精液的血型。同时，足印显示歹徒1.8米左右，比较强壮，而小范身高1.77米，身体很壮实，也完全符合。那么剩下的就是要对比指纹和掌纹了。这本来应该是鉴定科老刑警老孙的活儿，然而老孙早已被下放到农村劳动。至于年轻女法医小冯，只在警校上过几堂指纹课，这方面经验严重不足。而可疑指纹和掌纹都残缺不全，指纹只有图钉大小，掌纹也不过蚕豆大小，这完全难倒了年轻女法医小冯。这个姑娘曾经表示没有能力鉴定，要去找权威法医老孙来看，可惜老孙被下放是政治命令，谁敢让他回来？最终
上面要求小冯来鉴定，小冯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检测图钉大小的指纹，小冯根本就没有这种能力，只能放弃了。小冯又认为蚕豆大小的可疑掌纹和小贩的掌纹有6点吻合，根据教科书应属于基本吻合。这件事件传的是沸沸扬扬，破案的压力很大。现在既然确定了精液、血液的血型一致，掌纹又符合，也就可以认定是小贩就是凶手了。上面不等负责案件的老朱做出结论，就认定案子已经侦破。侦破消息还迅速传了出去，今天之内全市都知道了，上到市委书记，下到街头大爷大妈，一致痛骂小贩禽兽不如。这边市委、市革委会有关领导都打电话来慰问，案件相关领导都松了一口气。民警老朱却觉得不对劲儿，20年的刑侦经验让老朱发现案件有很多疑点。首先，老朱不认为小贩有杀人犯的气质。经过老朱侧面调查，小贩有过案底，不过无论在邻里还是单位的口碑都不错，大家一致都认为小贩为人还是比较老实的，工作认真，对家人和邻居都不错。他性格平和，乐于助人，不是坏人。至于小贩的所谓猥亵妇女案，现在看来也不算什么。小贩自己曾经交代，说起来我也是冤的，当时是6、7年，是红卫兵运动最蓬勃的时代。有一天我在家门口，有2股12、13岁的女红卫兵辩论，进而恼羞成怒地动起手来。那个时代谁管这种事啊？路人都是远远的旁观，我开始也没管。后来见有几个女孩，她们互相打得头破血流的，我怕出了人命，就上去拉架。我拉了几个人以后出事了。当时是南京的夏天，非常炎热，女红卫兵都只穿着一件薄军衣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拉2名扭打在一起的女红卫兵时，一个人的衣服被另一个人给掀开，露出了半个乳房。我当时20岁，年轻力壮，又从来没碰过女人，一时冲动就上去摸了一把。这下女红卫兵们不干了，说我耍流氓，找来民警把我给抓走了。这种事一般最多拘留个几天，但当年同红卫兵对着干是政治事件，我就被劳教1年。总之，老朱觉得小贩不像是杀人强奸犯，更没有胆量敢在大路边的防疫站作案。另外，案件还有很多疑点，小贩的口供和现场有着很大区别。比如小贩说是骗开1楼大门，实际上歹徒是翻墙进入2楼的。小贩说他是12点杀了王兰兰，实际上王兰兰死于下午3点左右。小贩说他先是强奸，然后再杀人灭口，实际上王兰兰是先被杀害，然后被奸尸的。小贩说他是从正面用手掐死了王兰兰，实际上王兰兰是被人从后面用铁丝勒死的。至于小贩说王兰兰当天穿着白大褂，他强奸时将白大褂和所有衣服都给剥光，实际上王兰兰死的时候根本没穿白大褂，而是穿着平时的便装，她的衣服也没有被脱光。那么显而易见的是，小贩既然主动认罪，为什么会在细节上面胡说八道呢？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小贩不是凶手，并不知道现场情况，只能胡说一通。即便口供不对，也不见得说小贩就不是凶手，也许是小贩随口胡说呢。此时民警老朱却发现一个重要线索，民警老朱的夫人是南京市的一名知名的皮肤病医生。之前民警曾在现场提取到几根男人的阴毛。开始老朱并没有注意阴毛，他没什么特别。一天，老朱在家里研究相关的证据照片时，他的夫人无意中的一瞥却有了重大发现。以皮肤病专家的专业眼光，
老朱夫人发现阴毛的颜色不对，随后夫人去市局检查了这几根阴毛。在显微镜下，这几根阴毛明显看出是偏白偏黄的黑色，而不是正常的黑色。老朱夫人认为阴毛的主人患有白化病，这是一种比较罕见的遗传病，白化程度较为轻微，这个人从外表上并不容易看出，他自己也许都不知道。这几根阴毛肯定是歹徒留下的，也就是说歹徒患有轻微的白化病。经过老朱夫人诊断，小贩没有这种疾病，那么歹徒就不可能是他。这个关键证据救了小贩的命。上面已经将小贩定为杀人歹徒，开始走司法程序。70年代司法比较松弛，对于这种大案讲究速判速决，也就是被捕以后很快起诉审判，之后可能几天后就会被枪决。那么小贩就很危险了，最快1-2个月就会被处决。这边民警老朱认为小贩不是凶手，不能滥杀无辜，他向上级反映，找到了主审检察官。这个检察官是非常有人性的，并没有将小贩拉去做替罪羊，皆大欢喜。在内部会议上，检察官指出小贩不是凶手，一些同僚则不认可，认为很多证据，尤其是掌纹表明小贩就是凶手。这个检察官完全是多事。阴毛的白化病并不能作为被法律认可的证据，至于口供，也有可能是小贩出于某些原因故意乱说的。双方激烈争论期间，检察官还拍了桌子。最终市局领导觉得事关人命，不能这么草率。市局领导冒着政治危险，在农村找到了关键人物，正在劳动改造的鉴定权威法医老王。他们把老王从牛棚里面请出来，带到南京，再次对指纹和掌纹进行鉴定。果然，权威法医老王的话让他们吓了一大跳。法医老王认为小贩不是凶手，虽然掌纹有6点相同，这只是说明掌纹比较接近。相反，小贩掌纹和歹徒掌纹有3点重大的区别，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之所以做出错误鉴定，是因为年轻女法医小冯缺乏经验。至于指纹，虽然只有图钉大小，也是可以鉴定。小贩指纹和歹徒指纹完全不同。事后，年轻女法医小冯向老王做了检讨，法医老王却感叹地说道：你有什么错？我和你一样大的时候，水平比你还差了一大截呢。让你这种学徒来做专家工作，真是胡闹。由此，小贩的作案嫌疑被排除。8月28日，被捕1个多月的小贩被释放回家，他的头在刀口上转了一圈。回家以后，小贩对家人坦白，之所以他承认奸杀王兰兰，一是女友死后他心灰意冷，想和王兰兰一起去死；二是他曾经被劳教过，他知道对于有明确作案证据的杀人嫌疑犯，警方一定会痛打。小贩性格软弱，害怕被毒打刑讯，吓得主动承认。其实30号小贩当天根本就没有见过王兰兰，直到第2天才听说他被人奸杀了。凶手不是小贩，那么是谁呢？民警老朱再次对案件进行梳理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案件的最初判断有问题。报复杀人虽然很有可能，然而事实证明，除了小贩以外，单纯的王兰兰并没有仇人。那么剩下比较可能的就是强奸杀人。歹徒的目的并非单纯强奸，而开始就抱着杀人的打算。歹徒违背常理，敢于在大白天，又敢在接近公路不远的防疫站作案，就是打定主意先杀人。
歹徒进屋就将王兰兰勒死，然后奸尸，也就不怕王兰兰喊叫被人发现。由此可见，歹徒是个非常狠毒的人，可能心理变态。同时歹徒能够在很短时间攀爬到2楼，短时间内奸杀王兰兰，说明作案手段高超，心理素质稳定。这种人不像是初犯，更像是惯犯，可能有前科。这个人是谁呢？不知道，很可能是同王兰兰素不相识的人，只能大范围排查了。通过比对南京市所有前科的指纹和掌纹，民警们一无所获，案子由此拖了好几个月。一些人私下讥笑民警老朱，装包青天，给自己找麻烦，放了小贩容易，我看他到哪儿去抓真凶，大海捞针呢。此时民警老朱却又想到一个可能，歹徒不见得就是南京本地人，有可能是外地人。防疫站副站长老马曾经对他说，防疫站和卫生所都在同一个院子，都距离南京火车西站不远，很多外地人在南京下车以后会因病去卫生所就诊，所以防疫站和卫生所的院子里经常看到操各种外地口音的人。老马的说法让民警老朱打开了思路，会不会是一个外地的流窜犯下火车后去卫生所看病，他无意中发现美貌的王兰兰一个人在隔壁值班，由此将她奸杀呢？现在唯一的方法就是查看本省甚至是其他省有前科者的指纹和掌纹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在当年甚至可以认为是荒诞不经的。且不谈着要排查多少人，如果歹徒之前没有做过案，或者是作案却没有被抓住过，你排查几百万人也毫无意义。只是此时只能死马当活马医，没有其他办法，先从江苏省查起吧。70年代的中国根本没听说过有电脑这种东西。新建不久的江苏省公安厅指纹档案室高达27万指纹卡片，全靠肉眼在显微镜下观察对比。法医老王、年轻法医小冯同临时抽调来的3个民警全部将铺盖搬到了局里，不分昼夜的检查指纹。4个男人还好办，小冯一个20出头的大姑娘没日没夜的扎在局里，她的男朋友都火了，打电话抱怨，你真比局长还忙啊，见你一次都要隔半个月的。他们平均每个人要看5万份指纹卡片，工作量大到不敢想象。人命关天，不这样做还能怎么办呢？更夸张的是，歹徒的指纹并不全，人为增加了难度。上面见他们太辛苦，又抽调了10几个民警临时来帮忙。老王他们苦干了整整26个昼夜，才将全部27万份指纹卡片对比完毕，发现其中11份很接近。随后的几天，老王亲自反复比对，终于有了巨大的收获。一个叫做钟涛的逃犯，指纹和防疫站奸杀案现场指纹完全一致。根据江苏方面的记录，这个钟涛是黑龙江人，案发后第2天7月1日在苏州火车站被捕。车站巡逻公安发现钟涛衣着破烂，躺在火车站广场睡觉，就对他进行盘查。见到警察以后，钟涛非常紧张，说话自相矛盾。他自称是山西人，但是说着一口东北方言。苏州公安认为这家伙不像是好人，就将他抓到了派出所。老王他们苦干了整整26个昼夜，才将全部27万份指纹卡对比完毕，
发现其中11份很是接近。随后的几天，老王亲自反复比对，终于有了巨大收获。一个叫做钟涛的逃犯，指纹和防疫站奸杀案现场指纹完全一致。根据苏州方面的记录，这个钟涛是黑龙江人，案发后第2天7月1日在苏州火车站被捕。车站巡逻公安发现钟涛衣着破烂，躺在火车站广场睡觉，就对他进行了盘查。见到警察以后，钟涛非常紧张，说话自相矛盾。他自称是山西人，但说一口东北方言。苏州公安认为这个家伙不像好人，就将他带到了派出所。通过对通缉令的比对，苏州警方发现钟涛竟然是通缉犯。他曾经在2个月前的1974年4月27号持刀入室，试图强奸一个邻居女孩，女孩不从，拼命地反抗大叫。邻居们听到呼救声，纷纷赶来救人。钟涛强奸未遂，恼怒之下将女孩几刀刺成重伤，然后跳窗逃走。女孩虽然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重伤致残。因此哈尔滨警方对钟涛颁下了全国通缉令。在此案之前，钟涛就已经劣迹斑斑，曾经因为盗窃和打架多次被拘留和劳教。抓住钟涛以后，苏州警方即和哈尔滨警方联络，将钟涛遣返回原籍。目前钟涛在哈尔滨市看守所关押，等待判决，很可能会是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南京警方立即和哈尔滨方面联系。此时哈尔滨方面主审检察官也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。被遣返后，检察官检查钟涛的行李，发现了一本日记。日记里面详细的记录了从哈尔滨逃到苏州的过程，到达的城市以及离开的时间。所有内容都用钢笔蓝色字体写成，但南京2个字却被用红笔特别给画出来了。同时钟涛还用红笔写道6月30日下午4时05分离开。哈尔滨检察官就认为似乎钟涛在南京做了什么案子。被捕以后，南京方面立即赶到哈尔滨，提取了钟涛的血液、指纹、掌纹、足印等等证据。检测结果表明，钟涛血型为 B 型，符合歹徒精液的血型。他的指纹和掌纹同南京防疫站的完全一致。更夸张的是，值班室现场发现带着煤炭的鞋印，那双解放鞋在钟涛被捕时还穿在脚上。同时，哈尔滨的医院也确诊钟涛患有遗传性的轻微白化病，他全身毛发包括阴毛为病态的淡黄色，只是不太明显。由此，这个证据可以锁定钟涛对王兰兰实施了奸杀，证据确凿。那么问题来了，钟涛为什么要奸杀无冤无仇、素不相识的王兰兰呢？理由让人不可思议，无法理解。这个变态是这么说的：4月27号，我强奸邻居女孩未遂，捅了她几刀，我就跑了，也不知道她是死是活。我四处躲藏了有2个月的时间，过着狗一样的生活。到了6月30号到南京的时候，我身上只剩下了10几块钱。再往后，我连买火车票都没钱了，连吃饭也成了问题，没法躲了。而且住店也需要介绍信，我根本就没有，只能睡在火车站附近。我连续几次被车站公安给盘查，都非常危险。当时我又患上了慢性的腹泻，也没钱看病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我知道这样下去迟早要被抓住，以我的罪行，要是抓住了，10有8九是死刑，最起码也是坐1辈子牢。我决定干脆拼了，回老家哈尔滨去。如果我那个邻居女孩死了，就便宜了她，我就自己跳到松花江自杀，省得这样活受罪。
如果他没死，我就杀了他，然后再自杀。6月30号，我在南京火车西站下车以后，腹泻又严重起来了。当时我问了路人，知道不远处就有一个卫生所，我想去买点止泻药。下午2点多，我走到了下关区卫生所的小院，发现根本就没开门，只能转身离开了。就在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正好和防疫站的一个漂亮的女护士打了个照面。这个女护士长得很像是我那个邻居女孩，又比她漂亮多了。她看到我蓬头垢面很狼狈的样子，还忍不住地笑了一下。我想到了那个邻居女孩，顿时很是生气，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那个女护士看我这么凶，她吃了一惊，就赶快走开了。此时我就动了邪念了，也动了杀机。反正我都准备自杀了，干脆把她奸杀了出气，也算一辈子没白活。当然，防疫站距离公路只有10几米，只要护士一叫，肯定会被人给听到。正常人都不会选择在这里作案。我现在是烂命一条，怎么可能怕呢？横竖不就是个死吗？我随手捡起了门口电线杆上的铁丝，我又走进了院子，试图顺着楼梯上楼。不过女护士被我吓一跳，进去以后就将防疫站1楼的铁门给锁上了。我根本就不甘心，我绕了一圈，发现了一堆煤炭上面有个窗户，大概离地有4米多高。我以前经常盗窃，是攀爬的行家，我就踩着煤炭钻进了窗户，翻到了2楼的厕所。那个女护士似乎也感觉到了危险，偷偷地打开房门向楼下张望，看我走了没有。我就趁机用力地推开门，冲了进去。我知道她一定会喊，我就先用铁丝从后背勒住她的脖子。这个女孩发不出声音，她就只能奋力挣扎。她哪里是我的对手，没有几分钟她就被我勒死了。随后我就脱下她的衣裤，把她奸污了，然后我原路返回逃走。我是第1次杀人，也有些害怕，赶快跑到了西站，想乘坐火车回哈尔滨。当天没有去哈尔滨的火车票，我又不敢继续留在南京，就赶快买了一张去苏州的车票，先离开再说。谁知道我点儿背得很，刚到苏州就被公安抓住了。杀人偿命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证据确凿，2月份钟涛被押回南京受审。1975年4月5日，奸杀恶魔钟涛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。据说这个时间是精心选定的，为了无辜遇害的女护士王兰兰，因为4月5号恰好就是清明节。